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卡皮君。今天我想介绍一部神奇宝贝剧场版《超梦的逆袭》。对于神奇宝贝迷来说，如果没有看过这部剧场版的话，那就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。这里简单介绍一下这部剧场版的大致剧情。1998年的某一天，快递小哥快龙给小智送了一封邀请函，上面大致是这么说的：你被我看中了，现诚邀请你参加最强神奇宝贝训练家的派对。对于战斗狂人小智来说，这当然是个天大的好消息，于是立马就答应了。然而收到这封邀请函的人很多，于是超梦就设下了一个考验。只见他动了动手指，原本的好天气瞬间就变成了暴风雨。于是君莎小姐联合这位美女姐姐一起阻止这些被邀请的训练家出海。然而对于这些冒险者来说，好不容易到了这里，怎么可能中途就放弃？不过这里我还是要告诫一下各位，这种时候还是要听警察叔叔的，毕竟您可没有主角光环。像小智一伙在这种天气下竟然敢乘坐一艘这样的破船，这也是太不要命了。话说喵喵这是在干嘛呢？后来这艘船果然是沉没了，所以说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咱们还是别出门了。经过一番险阻，小智一伙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到场的还有3个人，这里分别就叫他们小绿、小黄和小红吧。后来超梦就登场了，他先是展示出了自己压倒性的实力，然后说了很多句看起来很有哲理的话。我总结了一下，大致意思就是因为我强，所以你们必须要听我的。后来小智把老喷放了出来，注意那个时候的老喷应该还处于叛逆时期。老喷见到超梦后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不惯他，直接就对他吐火了。超梦直言，真是个没教养的喷火龙。接下来超梦就拿出了自己所制造的精灵球，想把在场的神奇宝贝全都抓起来拿去克隆。咱们这也好不容易灵机一动，让大家把自己的神奇宝贝全都收入到精灵球里。结果这种精灵球竟然还能隔空取物。皮卡丘在跟这种精灵球斗了几个回合后，也不幸被抓住了。小智为了救皮卡丘，也闯进了这个克隆神奇宝贝机器里，但是皮卡丘最终还是被克隆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超梦好心肠的打算放过这些人类，让他们离开，前提是他们能够靠自己穿越暴风雨。这个时候的超梦真的是好腹黑。然而这个时候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超级真心人小智就带着一群神奇宝贝牛逼哄哄的出来了，并且还上演了一场徒手战超梦的好戏。这操作我服。但是结果小智自然是被玩虐了。一直在旁边看好戏的梦幻这个时候终于出现了。超梦看到梦幻后立刻就不淡定了，想要跟他分出个高下。整部剧场版在这个时候也就进入了高潮。在超梦的带领下，克隆神奇宝贝就和正版神奇宝贝打了起来。这战斗场面真的是相当惨烈。这其中最有看头的莫过于可达鸭与可达鸭之间的互抽了。这歪头杀简直了。皮卡丘则是一直不愿意反抗，任由克隆皮卡丘打，结果反倒是克隆皮卡丘先哭了。喵喵与喵喵则是一起看月亮，果然高智商的人就是不一样。最后所有的神奇宝贝都累倒了，就只有超梦和梦幻这2个人在打了。眼看着这2位都要使出大招，做最后的殊死一搏了。小智这个时候却冲了上去，结果就这样经历了人生中的第1次死亡。皮卡丘给他做了好多次电疗，都无法唤醒他，绝望的哭了。看到此情此景，在场所有的神奇宝贝都不禁流下了泪水。这里请注意老喷这个铁血硬汉，果然他对小智也是真爱啊。最后这些泪水都汇集在了小智身上，小智便复活了。虽然很多人都觉得这段有点扯，但是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确实更能够打动人心。经过这件事情，超梦终于意识到了，即便是克隆体也有自己在这个星球上存在的价值。故事的最后，他将所有的克隆神奇宝贝全都带走了，并把小智一伙的记忆全都清除了。故事就这么结束了。我不敢说这部剧场版完美，但它一定是所有神奇宝贝剧场版中最具有现实意义的。这部剧场版1998年上映，而世界上第1只成功克隆的人工动物克隆羊多利诞生于1996年。克隆技术的兴起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讨论，有的人兴奋，也有的人彷徨。而神奇宝贝的这部剧场版就恰当好处地引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。在影片中，乔伊小姐有段这样的话让我印象最深刻。她是这样说的：生物对和自己同样种类的生物是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地盘让给别人的，他们会一直战斗，直到赶走对方为止。这就是生物。总之，这是神奇宝贝第1部剧场版，也是神奇宝贝剧场版系列中票房最高的一部，总票房高达75.4亿日元。后来的神奇宝贝剧场版票房就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高度了，可以说出道即巅峰，一上场就打了王炸。当然，作为神奇宝贝粉丝的我来说，肯定是不希望这是巅峰的。另外，这部剧场版是有后续的，这点就让我下期来讲吧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收藏，最后求个关注，谢谢。